在 PS 里面会有一些非常冷门，甚至大家根本都没用过的工具。那这些工具啊，它在我们做后期过程中啊，能起到一个非常快速高效的一个作用。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颜色范围，它可以根据照片中不同的颜色做精准选区，不光是可以做精准选区，做这种晚霞调色，它还能去做抠图。那接下来给大家演示这2个操作方法。那第一种，把颜色范围用到调色当中啊。我们点开这个颜色范围，会有一个容差的滑块和3根吸管。那如果我们要做调色的话，想要调整画面中这些火烧云的红色部分，想让这些红色的部分颜色看上去更浓郁啊，饱和度更高，那在 PS 里面做选区就比较复杂。你在通道里面做选区呢，它也不见得能做到这么精准。通道里面这些红色通道，它这个红色的范围是很大的，它并不能精准到这些红色的区域。那做亮度模板呢，其实就更复杂了。那现在这个颜色范围就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这个效率。我们点开选择当中的颜色范围，在颜色范围当中啊，我们选择第一根吸管，用这第一根吸管去提取这个画面中你要调整的颜色，去按住鼠标的左键不松手，然后我们去移动鼠标，它会实时的帮我们提取当前3×3范围内的颜色。为什么是3×3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里啊，这里取样大小它默认是3×3，你也可以让取样大小变大一些啊，自己去调整。我这里3×3这个范围就比较精准了。好，我们把这个吸管放到一个和这个火烧云颜色一致的这样一个区域，松开鼠标。那现在你可以看到颜色范围当中，这些火烧云红色的云啊，都会变成白色。画面中越白，证明当前被选中的区域就越多。我们可以把容差压缩一些啊，把它压缩到小一点范围。你看，现在这个白色的范围就没有那么多了。那等一下我们得到的选区就正好是这些红色的区域了。换句话说，我们在颜色范围这个黑白图像当中看到哪里是纯白的，点完确定之后啊，这个画面中哪里就会变成选区。现在我们在这个黑白图像当中看到的这些纯白的区域，恰恰就是这个画面中这些红色的这个火烧云的部分。那现在我们点这个确定，我们就会把这个红色的火烧云的部分变成一个选区。那有了这个红色范围的选区，那我们再去用曲线来调色，是不是就可以非常的精准的调出红色啊？我们把红色通道点开提红，然后把 RGB 压暗，因为亮度和饱和度有关，亮度稍微暗一点，饱和度会提升。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看它这个火烧云是不是非常的生硬啊？根本就达不到调色的需求，是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被羽化。我们点开这个后面这个蒙版图标，大家看我鼠标，点开这个图标之后，在下面找到羽化值，可以把羽化值稍微拉高一点。那现在我们再去调整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生硬了。大家去留意这个画面的变化，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去单独调红色，你看它的变化是不是就比较柔和了，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边缘非常的生硬。那我们用这个颜色范围做的这个选区，是不是比你使用亮度蒙版啊、选区啊、通道啊去获取这些亮度选区更简单更快？那抠图其实也是一样啊，抠图要用到的东西要稍微多一点啊。那现在我们如果想把天空给抠出来，我们首先要用第一根吸管去提取这个天空。提取完这个天空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黑白狩猎图当中，这些白色的区域正好是天空啊，但是接近地面这块区域灰色的，它不是纯白的。那我们现在确定获取的选区就不够完整，选区的范围就没有覆盖到我鼠标晃动的这一块地方，因为这块地方它不是白的，在刚才这个狩猎图当中它是灰的。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这就要用到这个当中的这个加号吸管。我们点击加号吸管，把下面这个灰色的地方点一下，你看灰色的地方马上就变白了。那这地方也有灰色的地方怎么办呢？同样是点击这些灰色的地方，把这些灰色的地方也变成纯白色。那现在我们再去点确定，我们得到的这个选区范围啊，它就可以覆盖到所有的天空部分了，包括这边比较细小的这些镂空，它都给你覆盖住了。那现在有了这么精准的天空选区，是不是就非常容易把这个图给抠出来了呀？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背景图的这个锁给它解锁啊，解完锁之后按 Delete 键就可以把选区内的天空删除掉。删除掉之后啊，它就没有天空了，这张图啊就成了一个镂空的图了。大家看，成了一个镂空的图了。那我们现在只需要把我们需要的素材拖过来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现在拖过来一个天空图啊，然后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大小，把这个天空素材的图放到这个背景图下面去。那现在我们这个天空就换成功了，大家看是不是？杠精肯定会说，哎呀，你这个换天空还没得在 PS 里面点这个一键换天来得快呀。编辑菜单栏下有个天空替换，这个来得快。那这个天空替换它除了能换天，它能干啥？它啥也干不了啊。那你掌握了这个颜色范围之后，不就可以做这种精准的火烧云选区，然后对火烧云指定的一些颜色区域范围去做调色了吗？它不光可以调高光啊，
你看它还可以调暗部，你还是可以点开这个选择颜色范围，然后在这个吸管当中啊，你把这个天空选出来，你看把这个天空暗的地方选出来，容它调到一个合适的范围，然后得到一个暗部的选区。现在你再去通过这个曲线把后面这个蒙版值稍微拉高一点啊，羽化值拉高一点之后，你再去调这个天空，那是不是就比较精准啊，比较方便啦？学 PS 你要学这些最原始的底层的东西。PS 里面这些工具它为什么不取消？就是因为这些工具它能干的事儿比那种一键能干的事儿干得更多。这也就是学 PS 的精通和不精通的区别。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又出来拍 PS 素材了。我在公园里发现这样的一片草地啊，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能拍几张。我这个角度拍过去应该是不错的，因为这里有前景的芦苇。我等会用85定焦拍，看一下效果。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出门拍照啊，都不会带太多辅助工具，甚至什么辅助工具都不会带，只是拿着相机边走边看边拍，纯属就是个爱好。那我这里拍的这张照片啊，就符合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同样，我也没有带任何辅助工具。像这种想要拍出发丝光、轮廓光啊，多半都是逆光、侧逆光。那么像这种侧逆光的情况下，人的面部都是比较黑的，再加上远处这些草，它会有一个很亮的反光面，和背光处这些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像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照片啊，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宽容度是不同的。相机的宽容度并没有人的眼球分辨那么高，那这就需要我们用后期去补救。那通常一些零基础的小白啊，会上来就用亮当中的阴影去拉，这样拉阴影的话，照片会看上去很平。当你把面部的光线拉足够了，那么这个面部的光线和后面的这些光线整体的感觉，它就比较平，不够立体。那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那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蒙版啊，用镜像蒙版，拉出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圆形啊，然后把它旋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覆盖远处的这个芦苇和近处的这个草啊，那这个草都给它覆盖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蒙版当中，然后通过下面的这个曝光啊，给它提亮。这样我们提亮人物的面部的同时，它会跟着把这个局部的高光区也稍微提亮一些。那也就是说，远处的这种高光这个反射和镜面的人的面部的亮度是同步增加的，这样就会显得画面的立体感不会丢失。那我们在拉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缘要稍微扩大一点啊，让它有一个渐变羽化的那种效果啊，不至于很容易被看出来是被做了一个局部的镜像啊。那接下来为了让这个画面有一种朦胧的效果啊，我们需要把背景给单独的选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柔化。那我这里用的方法同样是用选择背景的方式啊。这个时候它会新建一个蒙版，把整个背景全部给选中，然后把 Camera 右下角这个滚动条往下拉，找到这个清晰度、纹理和去薄雾这个板块啊，我们直接把清晰度往后退，大家来观察远处的这个芦苇啊。大家观察一下，是不是非常朦胧啊？它柔焦的效果就出来了。然后上面这个纹理也可以稍微退一点，这样一来，我们这样一个柔焦的一个背景效果就制作出来了，也不需要任何插件，也不需要进 PS。然后为了让人物面部的光影均匀，能让脸看上去干净，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再建一个蒙版。这个蒙版我们要选择这个人物啊，在人物当中啊，你去把面部皮肤和身体皮肤勾上。给它创建一个单独的这个面部皮肤的一个蒙版，然后还是把右下角往下拉，还是找到这个清晰度这里，把清晰度减一点，纹理减一点，这样它就会把面部的光影给均匀化。光影均匀化会有一点画质的牺牲，但是像这种环境人像，人面部并不占画面绝大部分的话，我们做这个面部清晰度的减弱，并不影响观感。大家注意啊，不是绝对不影响，只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观看照片不影响。接下来就是净化整个照片的色彩了。那远处你看这有一个山，那这个山的背阴处啊就会产生这种蓝。那这个蓝呢，我们需要把它削弱，因为蓝色和这些黄色放在一起，它对冲太严重了，显得很突兀，就显得画面乱不干净。那我们可以到 Camera 当中把这个混色器当中的这个蓝色的饱和啊稍微降一点。大家观察远处这个山啊，你只要把这个蓝色降下去，画面就会比原先有蓝色的时候要干净一些，颜色也就更统一一些。再往最下面拉啊，这里有个校准，我们在校准当中啊，可以把蓝颜色的这个饱和退一些，让画面的饱和度下降一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色温色调这一块位置啊，来对色温和色调做微调，来找到一个更符合你内心审美的一个色调。我觉得松下这个机子的白平衡把握的非常好啊，我觉得都不用调，
调色转档这一块啊，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你就这样就可以出图了。如果要求还很高的话，你可以点打开，把这张图通过 Camera Raw 转到 PS 当中，再到 PS 当中用各种各样的修图工具去修饰它啊。比如说很多人很在意这个人自己胖不胖啊，脸大不大呀，就可以使用滤镜当中的这个液化功能。那液化功能呢也非常好用，你只需要点液化功能左下角这里有一个人头的标志，大家看啊，这里有个人头的标志啊，那它这里右边就会自动的把这些五官呐、脸呐都给你识别出来。你看眼距啊、鼻子啊、嘴唇啊、脸型啊，你都可以把它展开进行微调。比如说我觉得它的脸型稍微有点胖，那你把脸型啊这个形状给它点开，把脸部的宽度这个滑块你拉一拉，你看它自然就会把脸给你弄瘦啊，你看到没有，对吧？下巴的高度也可以从这里来调，你看我们把下巴的高度稍微收一收，眼睛的大小你可以在这里调一调，这就非常傻瓜了，就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手机美颜 APP 差不多的啊，根据你的需求在这里面去调就完了，很简单了啊。现在 PS 这个液化里面这些功能都很傻瓜了。如果你觉得右边这些傻瓜功能你觉得玩的不过瘾啊，你可以用这上面这些手动工具去推，你想瘦哪里就推哪里。比如说你想瘦身呢，你就把身体推一推，对吧？身体往里面收一收。如果觉得脸部的形状不好看，用这个手动工具你自己去推啊，轻微的去推它。那你液化都完成了之后啊，觉得面部这些瑕疵很在意的话，你可以用磨皮工具给它做个磨皮。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大家认真观察这张照片，是不是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使用摄像保度这个工具对全图进行色相调整时啊，画面中的黑白灰这三种颜色始终不变任何色彩。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摄像保度这个工具它是不通过 PS 里面的通道红绿蓝进行混色的，它是直接把画面中现有的色彩变成另外一种颜色，根本都不需要通过红绿蓝颜色进行混合。对小白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工具，根本都不需要你去学互补色、混合色原理，想改什么颜色就选什么颜色，选完之后直接拉摄像滑块就可以了。但是它也有一个弊端，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对纯白、纯黑和灰进行调色。当我们遇到像这种人像照片，需要对人身上的一些白色的衣服换个颜色，那我们又不懂混合原理，也不懂互补原理，我们是不是没办法操作了呢？再或者是我们做服装电商的，有时候好卖的颜色就只有白色呀、红色呀这两种颜色，那其他的颜色你又没有备货的情况下，那就不得不使用 PS 来做白色衣服改成其他颜色的这个操作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摄像保度工具左下角有一个着色的这个功能啊，点击这个着色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摄像滑块会到红色这个位置来，也就是说把当前画面中所有的颜色着上一层红色。那这个颜色怎么改呢？大家看一下，同样是拉摄像滑块，你把这个摄像滑块的指针拉到什么颜色上，那么这张照片就会着什么颜色。那具体如何在实战中应用这一个方法呢？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事先已经把衣服给抠下来了，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抠下来的一件衣服。那我们把衣服抠下来之后呢，打开摄像保度工具，并且向下剪切。大家看我鼠标晃动这个位置啊，点一下这个图标，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做调色着色，它只会针对我们抠出来的这件衣服产生效果，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皮肤、头发什么地方啊都不受影响。那现在我们点击着色，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把这个颜色直接着到这衣服上了。当前我们指针是指在蓝色上，那它就会把这个蓝色的色相着在这个衣服上。如果想要改其他颜色，直接拉动这个指针，比如说我现在想给它改成一个粉红色啊，我们就指了粉红色的位置。颜色不够浓怎么办呢？下面有保度滑块，保度滑块给它拉满，或者拉到一半的位置，然后它颜色还是不够鲜艳，那怎么操作呢？调明度。我之前在视频里也说过了，色彩的饱和和明度有关系。我们把明度提亮，它的饱和度就会下降。大家看一下，饱和度下降了，它就没有颜色了。那我们把明度压暗，饱和度会提升。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要找到一个饱和度刚刚够，并且亮度也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操作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主要让大家能理解它的一个原理。回到刚才所说的，摄像饱和度工具它只能调整画面中已有的色彩，如果画面中没有色彩，比如说纯黑、纯白和纯灰，就是属于没有色彩、没有摄像属性的一些颜色，它是没有办法来调整的。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啊，我们鼠标点击这个前景色，在弹出的实测器当中啊，你看这里有一个 H 值
，H 值是指的摄像，它后面我用度来表示单位。那我这里用鼠标去提取一下这个皮肤的颜色啊，大家看我把这个额头点一下，那么它这个 H 值就是17。大家应该看过360度的摄像环嘛？摄像环它是一个360度的圆形，那么 H 值是17，指的就是17度方向的一个颜色。那我们如果左右调整，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调整它下面有个 S 和 B 这两个数值，分别代表的是饱和度和明度的意思。你不管是左右移动还是上下移动，它只会改变照片的明度以及它的饱和度，它不会改变它的色相。你看色相依然是17度。那如果我们用这个鼠标去提取纯黑，你看它 H 值是0度，提取白色，那个 H 值也是0度，灰色 H 值也是0度。那它有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亮度。你看啊，我们提取这个灰色，它的亮度是50%，那我这个灰呢，刚好就是中间灰。那我们提取白色呢，你看它的 B 值是100，就是100%的亮度。提取黑色呢，你看 B 值为0，也就是0%的亮度，就是纯黑了。现在大家应该理解了吧？这个黑白灰这3种颜色是不含 H 值的，也就是不含色相属性的。没有色相属性的任何颜色啊，它用这个色相饱和度滑块拉这个指针，它都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色相饱和度工具最适合零基础小白去操作的一个调色工具呢？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掌握色彩的互补理论以及混合理论，想改成什么颜色，直接拿色相滑块这个指针就够了。想让饱和度高就拿饱和度，想让它亮度高就拿亮度，简单直接。出这一期视频也是为了能让经常关注我的这些粉丝啊明白一个道理，在 PS 里面去做调色，太多工具都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了。小白和高手不同的区别就在于，高手可以理解这每一款调色工具它的特性以及它的调色原理，在后期的过程中啊活学活用。小白就只能用简单直接的死方法去学习 PS。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先从记步骤死方法学 PS， 学熟练了，再慢慢去理解这每个工具它到底是什么原理。时间久了，你自己就能把 PS 玩通了。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点上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